妈，你过来。怎么了，小小？说吧，这是怎么回事？哦，这个呀，我最近总头晕，就从邻居那儿买了个二手的，不贵，才100块钱。100块，你还好意思说才？下午要请领导吃升职宴，100块能买2斤大虾了。你倒好，拿钱买这种破烂，你是诚心不想让我好过是吧？就是啊，妈，您头晕多睡会儿不就行了？小小升职是咱们家天大的事儿，你怎么一点大局观都没有？医生说我心血管不好，得天天监测，不然可能会要命的。要命？我看你就是作。你来我们家7年，从早忙到晚，什么时候生过病？现在我一升职你就开始装病了，我看你就是自私，见不得我们好。妈，这事确实是您不对，家里钱本来就紧张，您能不能多为我们想想？我自私，我不为你们想。当年你们买房养孩子，是谁把一辈子积蓄都掏出来给你们的？妈，小小怀孕了，我们总不能在出租屋里结婚养孩子吧？妈懂，房子的事儿都包在我身上。妈，你真是我的好妈妈。妈，请月嫂买奶粉，我跟远航的工资根本不够，下个月信用卡账单都还不上了。我的退休金卡在床头柜抽屉里，你们拿去用。密码是远航生日。要不是我这些年……行了，陈年旧账就别翻了。给你钱花了，你人也住进来了，不就是搭把手做点家务吗？怎么还委屈你了？我花的是我自己的退休金。你的钱？你住在这个家里，你的钱不就是这个家的钱吗？再说了，药店能免费测，你非要花这个钱，这不是败家是什么？去药店要走800多米，800米就累着您了，正好锻炼身体。我爸妈没事还去健身房呢，你就是懒。好，我这就退了他。妈，这就对了，以后别再惹小小生气，她心脏不好。老婆，别气了，妈知道错了，让她赶紧去做饭吧。吃什么饭？气都气饱了。乐乐，天天，快出来，妈妈带你们去见外公外婆，吃海鲜大餐。耶！对了，妈，下午领导来之前准备20道硬菜。哦，还有，到时候你就出去遛个弯，别上桌了，免得影响领导的食欲。我掏空自己，养出了一家子白眼狼，到头来我连跟他们同桌吃饭的资格都没有。既然这样，这个家不要也罢。老张，麻烦让你儿子帮我把我现在住的这套房子挂出去卖了。对，就现在。你好，我要挂市尾号8848的退休金储蓄卡。对，立刻冻结。原来不当免费保姆的日子，连空气里都带着甜味儿。林爷，您房子地段非常抢手，愿意加价5万全款结清，但他有个条件，今晚就得拿钥匙拎包入住。您看？没问题，合同你带去帮我签了，钥匙就在门口地垫下。接完之后，那地方跟我没关系了。妈，你饭做的怎么样了？记住了，领导嘴刁，米要用香米，鸡要用土鸡，还有那套餐具必须用消毒柜里新买的那套。还是小小有本事，能把婆婆吃得服服帖帖。她就是贱骨头，不压着点儿，她还得买那100块的破烂玩意气我。每次在家请客吃饭，都是我一个人忙活，苏小小还会把她的父母叫来。妈，一会儿把果盘切了送进来。以后终于不用伺候他们了，不知道等他们回去发现房子已经卖了，会是什么表情？妈，你倒是说句话呀！妈，你也知道小小最烦已读不回，你做饭咋样了？你倒是吱个声啊！享受呢，懒得做。拉我出来干嘛？我妈说她在享受，这看起来像是清河半岛温泉度假村啊。清河半岛去那儿洗个脚都要好几百，
住一晚得1、2千。就他那种连买个西瓜都要蹭人家2颗芝麻的人，能舍得去那儿？你自己看，这池子边的 logo 错不了。妈，你可别装了，你这是哪找的网图啊？你1分钱恨不得掰成8块画。楼下澡堂开业8年，你都没舍得进去搓个背，整这种虚头巴脑的，给谁看呢？就是，妈，你快别闹了。小小那是拿您当亲妈，才说您几句。您这岁数了，格局大点儿，赶紧回家把菜做了，领导下午就到了。哼，我格局小，我这辈子最大的错误就是把懂事和省钱刻进了骨子里，以为这样能换来儿子的体谅。儿子说的对，我是该大气点，好好享受享受生活了。小小啊，这酱野味儿得好几千的，太贵了，咱不乱花钱。爸，您跟我客气什么？远航他妈昨天刚发的退休金7000多呢，都在卡里，随便刷。对，反正我妈平时也用不着钱，尽孝心要紧。对不起，您的卡显示异常，无法交易。异常？不可能！这张卡昨天刚发的退休金7000多块呢，你再试试。女士，我已经试过2次了，确实不行。会不会是这张卡用太久了，芯片磨损或者消磁了？您看，这卡的边角都起层了。哎，吓我一跳！我妈这个人就是这样，一张卡用到烂都不换，估计就是消磁了。早说让他换个新的，非不听，老古董一个，省这点钱有什么用？现在耽误事儿。行了，我来付吧。真是扫兴。他们恐怕永远不会想到，我这个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提款机，有一天会把卡停掉吧。你的电话你妈都不接，她什么意思？帝王蟹还等着她付款呢。要不在家族群里给她留言吧，那么多人，她不可能还不理我们。妈，送帝王蟹的在家门口等着呢，你先把钱付了啊，我回去就给你。周远航，你妈是越来越过分了啊！闹一下得了，居然还拒接电话，耽误了升职宴，我跟她没完，她到底有没有把我放在眼里？有，你在她心里最重要了。林素琴，你到底想干什么？让你付个钱就装死是吧？我真是看不起你。妈，你就别跟小小置气了，行不行？她一生气，回家倒霉的还不是我？你能不能懂点事儿，别再作了？作？我掏心掏肺养你37年，换来的就是一句你别作了。林素琴，你吃错药了吗？这点钱你也跟我计较？我把你当一家人才让你帮忙出的，你这是什么态度？你心里还有没有这个家？老婆，妈不是这个一家人。苏小小，你忘了我心脏不好，买个2手血压仪就被你妈自私败家，你当我是一家人了吗？现在提一家人了，你未免太双标了点。反了！这老太婆真是反了天了！妈，你这说的什么话？小小为了这个家操碎了心，你身为婆婆出点钱帮衬一下，不是天经地义吗？你这时候闹，不是往她心口扎刀子吗？二婶，今天小小升职宴这么大的喜事，您老怎么还抠搜起来了？一家人谈情多伤感情。素琴，不是我说你，晚辈有出息，你该高兴，别临老了落个不明事理的名声。大哥大姑家人们，你们给我评评理。既然大家都在，那我就说清楚，从今往后，你们的工资养你们的爹妈，我的退休金养我的老，谁也别惦记谁的，这样最和气。你什么意思，林素琴？你是不是对那张卡做了什么手脚？我说怎么刷不出来了？老不死的东西，吃我们的住我们的，临了还想卷钱跑路？行，你不让我好过，你也别想来生。老婆，别冲动，现在不是吵架的时候。领导和同事一会儿就到家了，要是家里没饭没菜，你这主管的位置还保得住吗？小小，大局为重，先把老太婆哄回去做饭，钱的事儿关起门来有的是办法让她吐出来。妈，刚才是我说话重了，卡的事儿随您，只要您高兴就好。
但今天这顿饭关系到我的前途，你先回家把菜备好，咱一家人有什么话晚上慢慢说，行吗？这气我消不了，这饭谁爱做谁做。帮我再开一瓶你们这最好的红酒。以前我为了你们活得像条狗，从今天起，我要为了自己活得像个人。至于那顿饭，你们就守着空灶台慢慢等吧。当鼻子上脸了！这老太婆真以为我没她不行，我今天非撕了她不可！冷静，冷静，老婆，你这一闹，下午的升职宴彻底没戏了。你不是说你领导最看重家庭和睦，你冷静点儿。丫头，大局为重，别和前途过不去啊。是啊，先服个软不丢人，等事儿办完，我们一起帮你收拾那老不死的。妈，您不是说心血管不好吗？就别生气了，帝王蟹的钱不用您出了，都系窦和远航买，您把菜做好就行了。您看可以吗？我看不可以。黄瓜多少钱一斤？拍黄瓜又是多少钱一盘？我的厨艺，我花费的时间和精力呢，不是钱吗？好，算我求您了，我给您开工钱，按饭店大厨的标准给，行了吧？哼，行啊，那咱们就好好算一笔明白账。进门7年，我做了7665顿饭，看在亲戚一场的份上，零头抹了，算7000顿。外面饭店做顿4菜1汤的家常饭，少说也要50块劳务费吧。我自降身价，一顿算你30块，7000顿饭，总共21万。苏小小，把钱结了，我马上回去纪委去。21万！林素琴，你成疯了吧？哪家老人帮衬儿女还有工资的？你这就是不想让我们过好日子，你是想逼死我们？帮衬？苏小小，你这话留着问你爸妈吧。他们除了过年伸手要红包，平时还要你们带去新马泰旅游、逛商场买名牌包。他们帮衬过你们洗过1个碗，还是带过1天娃？好，这是你逼我的。林素琴，你不是最宝贝你那个独生儿子吗？你不是怕他没后吗？我告诉你，你今天如果不回来下厨认错，我马上就跟周远浩去民政局离婚，我让你儿子变成没人要的二婚男，让你这辈子都见不到孙子孙女，我看你还能一起多久？离，谁不离谁是孙子。周远航这种没断奶没良心的东西，送给你我都嫌脏了我的眼。妈，你抽什么风？你非要把这个家搅散了才甘心吗？你赶紧给小小道歉，把退休金卡交出来，好好做饭，不然他真的要跟我离婚了。你是不是想看着我去死啊？他要离婚你就离呀，怕什么？这种女人根本不值得你珍惜。妈，你怎么能这么自私啊？你到底为我考虑过没有？我自私？周远航，我为你付出了我的一辈子，你为你老婆的几句花言巧语就伙同她一起啃我的血肉，到底是谁自私？你有考虑过我吗？这老太太是怎么了？吃枪药了？软硬不吃是吧？好，我成全他。我们现在就去预约离婚，我把预约成功的截图发给他，我倒要看他看到他宝贝儿子真的要打光棍了，还能不能这么硬气？对，就该这么治他，让他知道这家里谁说了算，最后还得跪着求你别离。林素琴，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今晚6点前20道菜摆上桌，补办好的银行卡送到我手上，再给我写一份800字的检讨书，否则民政局见。到时候你儿子就是个没人要的二婚头，你这辈子也别想再抱孙子。师傅，力道再大点儿，舒服。小小，我妈怎么一条消息都没回啊？电话也打不通了。还能干嘛？怕是早下的六神无主正哭着在厨房剁肉呢。你还不懂你妈？她这辈子最大的软肋就是你。我拿离婚这么一下，她魂儿都没了，现在肯定在拼命做菜，想求我们原谅呢。等着吧，这次必须给她一个永生难忘的教训，让她知道，在这个家里，我苏小小是唯一的甜。王总，各位同事，
都别客气，我婆婆的手艺那叫一绝，不是我吹，今天这20道硬菜绝对是国宴水准。小苏啊，难得你有这份孝心，还有个这么好的婆婆，家庭和睦是事业的基石啊。小姐，你这婆婆去哪儿找的？我婆婆别说做饭了，不给我添堵就谢天谢地了。就是你真是人生赢家。小小你就别谦虚了，我妈疼你比疼我还厉害呢。哎呀，没那么夸张了，大家快请进，菜都凉了。妈，我回来了。小苏，这就是你说的国宴水准？误会，肯定是误会。妈，你在哪儿？怎么回事？不是说准备了一下午吗？这哪像请客呀，这简直像遭了贼。林素琴，你这个言而无信的老东西，你人呢？饭呢？你是不是想害死我？我的领导和同事都在这里，你让我怎么收场？你这个恶毒的死老太婆！收不了场关我什么事儿啊？当初是你自己说的，让我做完饭就出去遛弯，别影响领导的食欲。我现在听你的话，提前出来了，有什么问题吗？你少在这里强词夺理！我告诉你，今天这事没完，你给我等着！苏小小，别以为事情这样就完了，这才只是个开始，你的报应还在后头。林素琴，你还想怎么样？我告诉你，我和你儿子离定了。喂，你个死老太婆，居然敢挂我电话！怎么样？哼，这老不死的到底还是怕了。我就知道，拿儿子威胁他，他不敢不听话。大家别急，是我妈回来了，她这么安排肯定有自己的想法，她会有个合理解释的。妈，你可算……请问你们是？小张，这是怎么回事？我刚买的房子怎么这么多人？你谁啊？你闯进我们家干什么？阿姨，我不知道您是谁，但这套房子林素琴阿姨已经委托我卖掉了。这位赵先生是新房主，麻烦你们马上搬离。你说什么？房子卖了？房子都让人给卖了，还在这演模范儿媳呢，这脸皮比城墙还厚。我就说嘛，平时那么强势的人，怎么可能真把婆婆当妈带？怕不是把人逼疯了？你们这群骗子！这房是我的婚房，我有居住权。她林素琴一个快进棺材的老太婆，凭什么不经过我同意就卖房？这位小姐，法律讲的是产权，不是谁嗓门大谁就有理。产权人林素琴，产权独立，手续合法。这是新的房产证，名字已经是赵立新先生了。各位，私闯民宅是犯法的。小张，别跟他们废话。喂，110吗？我刚买的房，有一群不明身份的人赖着不走，还涉嫌聚众闹事，请马上出警。别报警，大哥，我们这就办。小小，别闹了，快收拾东西。苏小小，你这干的叫什么事儿啊？你到底做了什么，逼得你婆婆不惜把房子都卖了？我也没做什么呀。婆媳关系差的我也见过，但能把事儿做到这种程度的，我还是第一次见。你升职的事，我看还是考虑考虑再说吧。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啊！我感觉三观都被颠覆了。王总，你等等啊！你听我解释。林素琴，你个疯婆子，我跟你没完！对不起，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关机是吧？那我就去家族群里让大家评评理，我就不信治不了你。林素琴，你还是人吗？居然偷偷摸摸把房子给卖了！你让天天和乐住哪儿？你是疯了吗？你要是不立刻滚回来解释清楚，我跟你没完！妈，你快把我拉回来啊！这大半夜的，孩子还在马路边哭呢。你是不是非要逼死我们才甘心啊？妈，算我求你了，你把钱退给人家，咱们回来好好过日子行吗？别求他，林素琴，你这是非法处置夫妻共同财产，你等着收律师函吧！我不仅要让你把钱吐出来，还要让你去蹲大狱。坐牢？苏小小，
你是法盲还是癔症了？房子是我30年前全款买的，房产证上干干净净，就我一个人的名字。我想卖就卖，我想捐就捐，法律认的是证，不是你那张颠倒黑白的嘴。你放屁！那是我的婚房，我住里面就是我的。素琴，你这远航以后怎么做人呢？本来家丑不可外扬，但既然大家觉得我狠心，那我就让大家听听我为什么狠心。我花100块钱买个2手血压仪，苏小小骂我自私败家，这我早死。他为了升职请领导吃饭，逼我一个人做20道硬菜，却连桌都不让我上，嫌我这老太婆碍眼，影响领导食欲。这样孝顺的儿媳妇，谁想要谁领走。我林素琴高攀不起。什么？20道菜不让上桌？这是人干的事儿吗？这个老不死的，他居然录音！他从一开始就在算计我。别管那些了，现在怎么办？还能怎么办？先去酒店吧，东西花钱暂时寄存1夜。闹剧结束了，是时候回老家了。做牛马的日子终于结束了，这才是人过的日子。以前总觉得这老屋简陋，现在看每一块砖瓦都透着自在。下午是去公园跳跳舞，还是去活动中心写写字？好字啊，比例沉稳，却又透着一股脱俗的劲儿。这位女士以前练过吧？见笑了。退休前我在厂里干了几10年宣传工作，对书画算是略有研究吧。我正愁入门呢，能点拨一下我吗？点拨可说不上，不过倒是能说说。你的字基础很扎实，但缺乏个性。什么破地方？一家6口挤这2间房，小小这怎么住啊？先凑合一宿吧，还不是那个老不死的害的，房子没了，每个月7000块的退休金也没了。这林素琴真是坏透了，哼！为了个破血压计就六亲不认，这是要把亲孙子往绝路上逼呀！不行，这钱咱们必须拿回来。他手里攒了30年的房款，加上退休金，少说也有200-300万，让他在外面挥霍门儿都没有。远航，你听见了吗？那是你的遗产，他现在能为了个血压计卖房，明天就能为了哪个野男人把钱全花了。可她毕竟是我妈，闹得这么僵。周远航，你清醒点儿！现在孩子没学上，咱们没房住，你还讲什么孝道？我有办法了，他不是想追求自由吗？那我就让他彻底出名。既然他不仁，就别怪我不义。我要让他在青城老家连门都出不去。林素琴这辈子最爱面子，最传统，她不是心狠吗？行，咱们就给她来一剂猛药。远航，我们现在就去申请离婚，把月月号截图甩到家族群里，就说他逼散了我们这个家。他不是最疼你这个宝贝儿子吗？我就不信他能眼睁睁看着你妻离子散。对，这招肯定行，我妈最吃这一套。你快点儿。林素琴，你满意了，你赢了。为了你那点可怜的自尊心，现在我和远航离婚了，天天和乐乐从此就成了没妈的孩子，你开心了吧？妈，我求你别作了行不行？小小真的要跟我离婚了，你是不是非要把我逼死？看着这个家彻底散了你才甘心？你看看人家小小的爸妈，什么时候对我们不是和颜悦色的？你呢？你除了会给我们添堵还会干什么？和颜悦色？如果我也像你岳父岳母一样，一辈子对你们家一毛不拔，只需要逢年过节收你们的钱，被你们哄着去旅游，我当然也能笑得比谁都灿烂。可惜我这辈子只会当牛做马，只会掏心掏肺，换来的就是一句自私贪财。周远航，既然你觉得苏家的父母好，那你就去做他们的上门女婿吧。各位，家丑外扬，实非我愿。自今日起，我林素琴与周远航、苏小小一家钱财两清，
恩断义绝，从此山高路远，再不相见。怎么会？我妈她真的退群了她不要我了。退群就退群，吓唬谁呢？离了那个老不死的，地球还不转了？哪有那么容易？咱俩基本月光，剩那点钱还不够天天和乐乐要交园费的。没有他，咱们日子一样过得好好的。爸妈，现在的形势你们也看到了，我妈是真不管了。你们看能不能把你们的退休金拿出来一部分，先帮我们租个房子，总不能一直住这儿吧？哎呦，远航，你这孩子说什么胡话呢？我们哪来的退休金啊？我们俩社保都没的。妈，我妈又不在，就别演了吧。以前是为了让她多掏钱贴补，才说你们没钱。你们俩每月退休金总共有4000块的事儿，我是知道的。那点钱是我们的保命钱，我们年纪大了，一身的病得留钱傍身呢。对呀，以前林素琴在的时候，我们买药看病她都给报了。现在她不管了，我们得留着这钱买药啊。远航，你不能这么自私，动老人的养老钱啊。老公，我妈说的对，老人的钱不能动。我看这样吧，你之前不是给自己和孩子买了好几份商业保险吗？退保了，拿回来的钱够咱们租房了。那是我和孩子的保障。苏小小，你自己不也有保险吗？你怎么不听你的？我身体弱，你一个大男人，体格强壮，哪有那么多健康问题？少交2年没事儿。对对对，再说林素琴就你一个孩子，她肯定会回心转意的，到时候再买。保险公司多的是。好吧。这是人住的地方吗？还没我们老家厕所大。哎呀，我的天，这厨房的油垢都能刮下来当菜炒了。周远航，你是不是诚心想折我们的寿啊？我不要住这里，这里好臭。我要回家，我要吃奶奶做的手工牛肉丸。确实，这房间太小了点儿。爸妈，不是我不想租大房子，是咱们手里的钱真的不够。我把保险退了，拿到手的现金也就够租这种房子了。大一点的咱们连押金都付不起。当然，如果二老肯出点钱补贴一下，咱们肯定能住得好一点。远航啊，我又仔细看了下，其实这房子也挺好。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住习惯了都一样。对对对，你爸说的对，其实也能接受，能接受。饿死了，老公，晚饭吃什么？之前都是我妈。妈，您看我不太会做饭，晚饭是不是？哎呦，那可不行，我这腰老毛病了，在厨房站一会儿就疼得直不起来。我呀，最多帮你们接送一下孩子，做饭这活我可干不了。妈，您就帮帮忙吧，远航他真不会，怎么能一家都饿着呢？你傻呀，这家里谁做饭，以后谁就是老妈子。现在就得把规矩立起来，我这辈子就把你爸惯坏了，才一直做饭，男人可不能惯着。老公，我妈身体不好，做饭这事儿还是得你来。赵孟俯的字看着圆润，实则筋骨内含，风骨洒落。你看他这个行字，笔端一连，气韵生动。是啊，难怪说他得右军之正传。听林女士一席话，胜读7年书。喂，哪位？妈，是我。妈，你别挂，我求你了，你回来吧，我不会做饭，我们晚饭还没吃呢。哦，你和颜悦色的岳母和岳父呢？他们怎么不帮你做饭？你不想回来就直说，何必这么阴阳怪气的？好，我不阴阳怪气。你想让我回去，可以，先拿出点诚意来，把我这7年贴补给你们的钱一分不少的还给我。林素琴，你还有没有人性？你偷偷卖了房子，让我们一家老小流离失所，我们还没找你算账呢，你竟然还有脸跟我要钱？你做梦！就是做饭嘛，谁离了谁还活不了了，我一样能行。林女士，家里是不是出什么事了？我看你脸色不太好。这事儿说来话长，让你见笑了。一把年纪还把家里的日子过成了一地鸡毛。我理解，我之前的那个儿媳妇也跟你儿媳妇差不多，看我只有一个儿子就想吃定我们，把我的家产全算计成了自己的。去年我让他们离了。没想到你居然也有类似经历。素琴，能来一下吗？哎，来了。
小韩，帮我查一个叫林素琴的退休工人，还有他儿子周远航、儿媳妇苏小小，把他们一家的情况都查清楚，汇报给我。林董，您退休这2年，除了练字和研究美食，可从没对什么人上过线。这位林女士是不是？就你话多，办好你的事儿。明白，我保证把他们祖孙3代都调查得清清楚楚，一个细节都不会漏掉。这什么玩意儿？能吃吗？一股焦味，远航，你这是想毒死我们啊！怎么回事？我想用微波炉热2个鸡蛋。胡闹，简直是胡闹！你真是做什么什么不行，吃什么什么不剩，让你做顿饭，差点把家给炸了，你就是个废物！我不会，难道苏小小就会吗？她还是个女人呢。女人怎么了？现在哪个女人在家不是被祖宗一样供着？哪家不是男人做饭？你钱赚不来多少，饭也不会做，家务一团糟，现在房子也没了。你这样的废物，要是离了我们家小小，哪个女人会嫁给你？算了，我点外卖吧。是周乐乐的爸爸吗？已经放学半个多小时了，今天怎么没人来接孩子呀？刘老师，不好意思，我这就让人去接。小小，我在忙，你去接下孩子吧。我这忙着呢，没空。妈，您不是说帮忙接送孩子吗？怎么没去啊？哎呦，这不是此一时彼一时嘛。那时候我有空，现在我要做美容，还要去跳舞，晚上还有牌局，忙都忙不过来，哪有时间接孩子？妈，你快去幼儿园帮我接一下孩子吧，老师都打电话催了。让你岳父岳母去吧，他们不是闲着吗？我已经回青城老家了。回老家了？林素琴，你什么意思啊？就为了那么一个破薛阿姨，你把我们家作得天翻地覆，然后你自己拍拍屁股跑了？你成心不想让我过好日子是不是？我每天清晨5点起床，准备一家人的早饭，开电瓶车分2趟送周天天、周乐乐，下午再分2趟接回来，买菜做饭打扫卫生，累得像条狗，到头来就换来一句诚心不想让他过好日子。既然回来了，就绝不能再回头了。妈，求您和我爸帮我去接一下孩子吧。您不是一直想买那件新出的广场舞服吗？我给您买。你上次说的那个美容项目，我帮您办卡。行吧，看你这么有孝心，我跟你爸就去跑一趟。哎，好嘞，谢谢妈。真是的，养你们有什么用？净给我们老的添麻烦。天天呢？那个，今天我跟你爸分工，他去接的乐乐，我去接的天天。路上接了个电话，然后天天丢了。你说什么？周天天，天天，你有没有看到一个3岁左右的小男孩，穿着蓝色的小外套？没有。周天天，你出来啊！别跟爸爸捉迷藏了！周天天，周远航，天天找到了，你赶紧回来吧，是派出所的民警给送回来的。天天，天天，别怕，这种事不会再发生了。好了，天天也回来了，赶紧做饭去吧。吃！你们脑子里除了吃还有什么？让你们帮忙接个孩子，那可是你们的亲外孙，还推三阻四谈条件，最后人差点都弄丢了，你们还有脸坐在这儿等饭吃？我妈心狠，你们一家子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好吃懒做，自私自利，想吃是吧？自己做去。我手机这边你们看我干嘛？难道让我去做饭？不然呢？远航不做了，你不做谁做？妈妈，我饿了。再说了，管不了孩子，你生他们干嘛？这道清蒸鲈鱼火候是关键，早一分则生，晚一分则老。没错，
我通常还喜欢加几丝姜和葱白一起蒸，去腥增香。李女士果然是同道中人。而且蒸鱼的豉油一定要自己调配，才能调出鱼肉最大的鲜味。林董，您交代的我都查清楚了，有一个消息挺重要。哦，是什么消息？我查到这个苏小小就在您老友钱总的公司负责财务工作，以您和钱总的关系，让他走人还不是一句话的事儿。不过这事儿不急，毕竟是林女士的家人。林董，我明白，那我先走了。妈，我这段时间反思了很久，以前是我年轻不懂事，说话没轻没重的，您大人大量，千万别跟我计较。妈，就算您不心疼我们，也得心疼天天和乐乐呀。两孩子天天哭着要奶奶。苏小小，孩子是你生的，当妈的责任就该你担着。当年我一个人带大远航，条件比现在艰苦100倍。如今你们4个大人守着2个孩子，如果还过不下去，那只能说明你们不仅自私，而且无能。半生操劳，如今方知最美不过夕阳红。小小，你这做的是汤还是菜呀？天天和乐乐都饿得没力气哭了。妈妈肚子咕咕叫，我想吃奶奶做的虾仁。吃，我也想吃，谁给我做？哟，小小，你这手里还有1万多块钱的私房钱呢，这是我攒着留给孩子交学费的。哎呀，还是我闺女有本事。只要你每个月肯拿出2000块钱作为辛苦费，我和你爸保证把孩子接送的妥妥当当。妈，2000块可以，那做饭的事儿您是不是也顺手包了？那不行，做饭多麻烦，油烟又大，对皮肤不好，我可不干。再说了，我看着吃外卖就挺好，还能每天不重样。行吧，可不许再把孩子弄丢了。老公，你看总吃外卖也不是个事儿，又贵又不健康，要不你明天再试试。苏潇潇，你还有完没完？这个家变成现在这样，都是谁害的？要不是你当初非要去计较那血压仪，我妈会跟我们闹成这样吗？房子会没吗？现在你还有脸让我做饭？我没让你做。我告诉你，想吃我妈做的饭，就去给她道歉认错，想办法把她哄回来，不然这日子就别过了。要去你去，我不可能去。她现在就是在跟我们比耐心，我就不信她能真这么狠心。她这辈子为了你付出那么多，不可能不管你。反正这是你造成的，以后这些乱七八糟的事儿你少找我。不行，这么下去，不等林素琴服软，我的私房钱就先见底了。对了，是那辆林首付买的车，之前每个月的车贷都是从林素琴的退休金卡里自动扣除的，这下有些麻烦了。车贷每个月3000多，这次升级没成，我绝对撑不住。你看我妈，她好像找到新老伴了。不行，绝对不行！要是她真找个老伴结婚，那卖房的钱，还有以后所有的钱，就真跟我们没关系了。宇航，我们必须马上去青城，去给她道歉，把她求回来。没用的，上次拿离婚威胁她，她眼睛都没眨一下，现在去道歉，她更不会信了。硬的不行，就来软的。周远航，我们还有最后的王牌。他不是最疼孙子孙女吗？我们就带上天天和乐乐到他面前去哭，去认错。我就不信，看着2个孩子，他还能那么铁石心肠。宝贝们，想不想奶奶啊？妈妈带你们去把奶奶接回来，好不好？不好，妈妈，你前几天不还说奶奶卖了我们的大房子，是个自私的坏人吗？傻孩子，那是妈妈跟奶奶开玩笑呢。这样，只要你们这次帮爸爸妈妈把奶奶骗，不是请回来，妈妈就给天天买那个最大最酷的擎天柱变形金刚，给乐乐买那座有3层楼高的公主城堡。如果能让奶奶高兴，给我们重新买一套大房子，我还带你们去迪士尼乐园玩，想玩几天就玩几天。好，我们去请奶奶回来。林女士，这梅花骨气十足，真没看出来你还有这手绝活。
还有什么是你不会的？让林老师见笑了。以前在厂工会搞宣传，吹拉弹唱、写画画都得沾点儿。可惜啊，后来一门心思扑在锅碗瓢盆和孩子身上，快30年没摸过笔了。没成想这半截身子入土了，还能重新捡起来。就是因为之前荒废了，剩下的时间才贵重。林女士，人生苦短，别再为那些不值得的人和事内耗。这后半辈子，你得为自己活。为自己活？是啊，前半辈子为儿子活，后半辈子我得为自己活得精彩。妈，看，我们全家来接您回去了。奶奶，我想死你做的红烧肉了。奶奶，你跟我们回家吧，没你讲故事我睡不着觉。妈，我真是个混蛋，我不该为了个破血牙医去跟您叫板，更不该在家族群里胡说八道。我那天是猪油蒙了血，你打我骂我，怎么惩罚我都没关系，求求你原谅我，跟我们回去吧。妈，血浓于水啊，你真忍心看着我们全家在外面租那种漏水的破房子，流落街头吗？奶奶，快回吧，妈妈做的饭太难吃了，外卖我都要吃吐了。奶奶，我就想吃您亲手做的牛肉丸。奶奶，这是我在幼儿园特意为你捏的茶杯。老师说明天就是分享日了，我想让奶奶陪我一起去，好不好？好孩子，还是你们懂事，还想着奶奶。那奶奶，你是不生爸爸妈妈的气了，对吧？奶奶不生你们的气。妈妈，奶奶不生气了，你答应我的大好晴天处，现在就买。乖，等回家再买。奶奶，那你什么时候去给我们买新房子呀？妈妈说，只要你把新房子买了，她就奖励我们去迪士尼玩1个礼拜，还说奶奶卖房子的钱多得花不完。原来我的原谅现在也是明码标价了。苏小小，你真是个好妈妈，为了房子，为了钱，连自己的亲生骨肉都能调教成演戏的工具。妈，您误会了，孩子小能懂什么呀？都是在幼儿园里听别的小朋友胡说八道的，童言无忌，童言无忌呀。是啊，妈，乐乐就是开玩笑，您千万别当真。妈，我们也是实在没办法了，现在租的那个破房子又小又潮，墙皮都往下掉，天天和乐乐身上都起了湿疹，晚上痒得睡不着觉，哭着喊着要奶奶。妈，他们正是长身体长知识的时候，住在那种环境里，我真怕耽误了他们一辈子。您是他们的亲奶奶，您忍心吗？别跟我说这些，既然生了，就有养育的责任。当年我一个人拉车远航的时候，住的是漏雨的棚户区，吃的都是咸菜配饭，不也一样把他养大了？现在你们2个手脚健全的大活人养不起自己的孩子，还有脸来质问我这个当奶奶的忍不忍心？够了，林素琴，你少在这给我装什么清高。我今天算是看明白了，你卖房子回老家，哪是为了什么狗屁为自己活？你分明是为了这个老相好，这个奸夫。我说呢，怎么突然变得这么六亲不认？原来是早就找好了下家。你把我们一家的救命钱都卖了，就是为了拿去倒贴这个野男人，好跟他双宿双栖是吧？你根本不配当妈，更不配当奶奶，你这个自私自利的老东西！滚！滚出去！苏小小，嘴巴放干净点儿！我林素琴活了大半辈子，行得正，坐得直，我跟谁来往，怎么生活，那是法律赋予我的自由，轮不到你在这喷粪。现在，立刻，马上从我的房子里滚出去！林素琴，你简直疯了，连亲儿媳都打，你还有没脸当长辈的样？今天把路走绝了，以后别指望我给你养老送终，你就抱着你的钱跟这个野男人过去吧。养老？你睁大眼睛看看，跟着这种满脑子算计的女人，你早晚连自己都养不活。我林素琴就算老死在路边，也绝不指望你这种是非不分的白眼狼。滚！林女士，别拿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不值得。让林老师见笑了。我以前总觉得，只要我付出的够多，心就是肉长的。可我真没想到，我养出来的竟是个仇人。那死老太婆居然敢扇我耳光，这口气我咽不下。她想在老家享清福，做她的春秋大梦去吧。是得想个法子，那是几百万的房款，可不能落到那个姓林的男人手上。我要让他在这京城待不下去，让他颜面扫地，身败名裂。他不是最在乎名声吗？我就要让他出门被穿脊梁骨。小小，这样不好吧？她毕竟是我妈，万一闹大了……周远航，你长点脑子行不行？他心里还有你这个儿子吗？他现在眼里只有那个老头和那笔钱。等他把钱挥霍光了，或者把房子过户给别人，天天和乐乐以后拿什么上学？拿什么娶媳妇儿？放心，我只是拍个短视频，等他答应把钱交出来，我们就发个澄清，说是一场误会。好，都听你的。
姑娘，来点看看，都是新鲜的。这称准不准啊？哎，你看那个是不是视频上说的那个狠心老太婆？就是她，错不了，一把年纪了，长得人模人样，心思这么多，连亲生儿子都死，真是老不正经，臭不要脸。婶儿，出大事了！你快上网看看，你上热搜了。各位网友，我真的不想把家丑外扬，可我伯伯他为了外面一个刚认识没多久的男人，竟然偷偷把我们住了快10年的婚房给卖了。现在我们一家4口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妈，2个孩子还这么小，你让他们跟着我们住这种地方，你的良心真的不会痛吗？周元航，你还真是我好儿子。张律师，我们有件事想拜托你，你能帮我取证吗？我要起诉我儿子和儿媳。林素琴，看到热搜了吧？你想怎么样？简单，第一，把卖房的钱全拿到我卡上；第二，去补办退休金卡交给我妈管；第三，我要给全家道歉，以后老老实实带孩子做饭，只要你答应，我们就澄清这是个误，否则你就等着身败名裂吧。妈，你赶紧答应吧！你知不知道我在我岳父岳母面前有多丢脸？如果你再执迷不悟，我就没你这个妈！周元航，你记住了，你没我这个妈，我也没有你这样的儿子。还有，苏小小，我们法院见。小小，他挂了。他说法院见。法院见。他林素彤这辈子最在乎的就是那张老脸，现在名声都快被我们搞臭了，他除了乖乖把钱交出来，还能怎么样？就是，元航你别怕，你妈那是死鸭子嘴硬，她就你这么一根独苗，那钱不给你，还能烧了带进棺材里去。她这是跟你置气呢，等着你再去求她，给她个台阶下。没错，晾他几天，等外面的唾沫星子把他淹死了，他自己就没辙了。喂，请问是周远航先生吗？我是林素琴女士的委托律师张明，我在此正式通知你和你的妻子苏小小女士，你们在网络平台发布的相关视频已构成严重诽谤，请在24小时内删除所有不实视频，并发布公开道歉声明，否则我们将立刻提起诉讼。这不是玩笑，请二位自重。小小，是真的，是律师，他要告我们诽谤，诽谤是要坐牢的。好啊，好你个林素琴，真是有脸不要脸！既然他想撕破脸，那咱们就鱼死网破。走。他不是最在乎那个姓林的老东西吗？我们现在就去找他上门闹，没天理了！大家快来看啊，这里有个叫林朝阳的道貌岸然专骗寡妇钱啊！就是他，都有那死了丈夫的苦命婆婆，骗得他把唯一的房子都卖了，把我们家4口赶出家门。现在我2个孩子连饭都吃不上了，他简直就是个衣冠禽兽！干啥的啊？你个老不正经的东西，害得我女儿女婿没地方住，我2个可怜的晚孙晚上只能睡大马路。你这种人是要遭天谴的呀！真是太不检点了。视频上说的是真的呀，这当婆婆为了一个外人亲儿子亲孙子都不要。大家听我说，这个叫林朝阳的，他不止骗我婆婆的钱。住口！我说什么来着？这老东西撑不住了吧？他肯定是来求饶的。老公，你记住了，待会他怎么哭怎么求，你都不能心软。这次必须一次性把他这服贴了，让他知道以后这个家到底谁说了算。哟，妈，你总算舍得出来了，我还以为你要当一辈子缩头乌龟呢。听我一句劝，躲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只要你现在把房款交出来，跪下给我道个歉，我呢，宰相肚里能撑船，今天这事就算过去了。没错，你都多大年纪了，怎么还搞不清自己的位置？快给我宝贝闺女道歉！说完了。本来嘛还想多说2句，看你来的这么快，下跪什么的就免了，给我鞠个躬道个歉。我真给你脸了！哎呦，动手！动手啊！老不死的，你他妈竟然敢打我！大家快看啊，他急了，被我戳穿了他这老寡妇偷人的丑事，他恼羞成怒打人了。苏小小，你可以无耻，但别把脏水泼到无辜的人身上。林老师是我回老家才认识的朋友，现在立刻带着你的人滚出去，别在这里玷污林老师的名声。才认识，鬼才信！你之前编瞎话说去享受什么温泉，其实就是背着我跟这野男人在这里鬼混，谋划着怎么侵吞我们的家产吧。林素琴，你这副道貌岸然的样子真让人恶心。来，我现在就让咱们群里的亲戚都看看，大家评评理呀！这就是我的好婆婆，因为我撞破了她的丑事，为了一个野男人，竟然当众对我这个儿媳妇大打出手。我去，婶儿，您这玩的也太花了。不好啊！你给我看清楚，这是温泉门票！我林素琴一辈子行得正坐得端，轮不到你这种人来诬陷。装，你接着装。妈，你觉得我们是3岁小孩吗？别说温泉了，澡堂子你都多少年没去过了。为了个野男人，你连这种谎话都编得出来，你不嫌丢人，我都替你丢人。没错，我这么多年是没去过，
我省吃俭用，没买过一件新衣服，没出去旅游过一次，连手机都用最便宜的。我为了谁？还不是为了你？我为了你和孩子过得好一点。你是我妈，你生我养我，为我付出，难道不是应该的吗？不然你生我干什么？难道你做这点事还有我感恩戴德的给你磕头？我今天把话撂这，要么你马上把卖房子的钱拿出来，跟那个老东西断干净，滚回家给我们下跪道歉；要么从今以后我就当没你这个妈。我等你回话呢，你聋了？这一巴掌是打醒你，也是打醒我自己。你打我？你居然真的为了一个野男人打我？李素琴，从小到大你连一句重话都舍不得对我说，现在你疯了吗？你居然为了一个不知道从哪里钻出来的老头子对我动手？没错，我是疯了。我疯了才会辛辛苦苦当了半辈子的牛马，养出你这么个是非不分、黑白不明的畜生。我林素琴这辈子最大的失败，不是没过上好日子，而是生了你这么一个没心没肝的白眼狼！老东西，你真是老糊涂了！你凭什么打我老公？蛊毒还不食死呢！你连亲生儿子都下得去手，你对得起周家的列祖列宗吗？你把周家的脸都丢尽了！你算个什么东西？也配跟我提周家的祖宗？这几年你住我的房，花我的钱，吃我做的饭，你为这个家留过一滴遗憾吗？你往家里拿过1分钱吗？除了像个断了骨头的太后一样瘫在沙发上等我伺候，你还干过什么？我儿子就是娶了你这种自私自利的废物，才变得像现在这样不可理喻。你个老不死的，找死！没天理了，杀人了！大家快来看啊！林素琴为了个野汉子，连亲儿子和亲儿媳都打呀！这是人干的事儿吗？这就是个披着人皮的畜生啊！老不死的，怕了吧？名声臭了，看你以后怎么做人，识相点就干净。这一巴掌是教你怎么闭上那张喷粪的嘴。既然你们全家都不要脸，那我就当众把你们这层皮一张一张全撕下来。林素琴，你差不多就行了啊！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你动手动脚的，有点过分了。过分，这就叫过分了。各位叔伯大娘，你们给评评理呀！这世上哪有这种长辈？他在外面跟野男人勾搭，还要卖掉我们唯一的住房，我们全家好心好意来劝他回头，结果他倒好，六亲不认把我们全打了。大家看我的脸，看我老公的脸，这种人他配当妈吗？听着是挺不像话，不过素琴平时看着挺稳重的，不能吧？这知人知面不知心呐！亲儿子和儿媳妇都跳出来指证了，那还能有假？就是无风不起浪，为了个男人连家都不要了，确实太过分了。各位，既然苏小小想让大家评理，那我就把这本烂账当众算个清楚。真正过分的是这一家子敲骨吸髓的寄生虫。周远航整了他，房是我的，车是我买的，我每月7000块退休金，一分不剩，全填了他们的窟窿。我每天像个老妈子一样买菜做饭，带孩子，洗全家的臭袜子。结果呢？就因我心血管不好，花100块钱买个2手血压计，他就指着我鼻子骂我乱花钱，骂我是老不死的。大家看清楚了，这是他们老两口上个月的体检报告，各项指标比年轻人还壮，谁心率都稳得像头牛。最可笑的是，连这2000多块钱的体检费都是趁我睡觉偷偷刷我手机买单的。你们看，这些年光是花在他们老两口身上的钱，买新项链，去三亚旅游，买那些三无保健品，加起来整整236000块。周远航，你告诉我，到底是谁过分？谁才是那个该滚出周家的人？哎呦喂，20多万，这哪是亲家，这是土匪啊！拿婆婆的钱养全家，这苏小小的心是黑的吧？呸！一家子吸血鬼！我要是有这种儿媳妇，我早把她扫地出门了。你少拿这些有的没的来糊弄人！我们今天来不是来跟你算这些烂账的，我们是来抓那个野男人的！你别想靠这些转移话题，掩盖你老不正经的事实。没错，他就是个老狐狸精，有图有真相。大家睁大眼睛看看，这张照片还能有假吗？看看这搂搂抱抱的样子，恶心不恶心？哟，还真有照片呢，难怪刚才底气那么足，原来是背后有人呢。这事反转的，我脑仁疼。那个姓林的缩头乌龟呢？林朝阳，给我滚出来！躲在里面当什么鹌鹑？有胆子勾搭人家亲妈，没胆子出来见人是吧？你就是林朝阳，好你个不要脸的，总算敢露面了！我告诉你，现在立刻马上把我婆婆卖房子的那笔钱一分不少的给我吐出来，那是周家的家产，你这种骗子也敢惦记？几百万的房产款而已，你觉得我会把这点小钱放在眼里？装，你接着装，真是笑死我了！你们两个还真是不进一家门不出一类人啊！一个说去5星级温泉是享受，一个说看不上几百万的房款。林朝阳，你要是真有钱，能看上这个老太婆？你要是真有钱，我苏小姐今天就把头拧下来给你当球踢！少在这给我演霸道总裁，赶紧还钱！你3分钟之内跪下跟他道歉，否则我会让你付出你承受不起的代价。哟，吓唬谁呢？串身地摊货还真当自己是个人物了？你以为我们会怕你这种吃软饭的臭老头？我就不道歉，我就骂了，怎么着？我倒要看看你能让我付出什么代价。道歉是我，你们公司是不是有个叫苏小小的？查一下，3分钟内我要他被全行业通报开除。你
越没谱了。就你一个老家小城的老头，能认识我们老总？你看看你这穷酸模样，装什么人上人啊？你当我瞎呀？你就是瞎！妈，你干什么？你疯了吗？怎么又打人？他苏小小是眼瞎，你是心瞎，你真是下了心，才会看上这么一个一无是处、卑鄙无耻的玩意儿。我告诉你，周远航，你跟着他早晚有你苦日子过。嫂子，你肯定弄错了，苏婷姐怎么可能做出那种事？就是李老师更不是那种人。再说了，就算真是，也是黄昏恋的，有什么可闹的？没天理了！把孩子房子卖了，1分钱不给还没钱人啊！你们知道什么？林素琴或许之前真是个好人，但进城这么久，人是会变的，你们知道不知道？林老师真对不住，让你受牵连了。你放心，我早就请了律师，我一定会起诉他们，让他们为自己的言行付出代价，还你一个清白。大家看看，就是个不要脸的老婆婆，连自己的亲生儿子都要告上法庭，她迟早要遭报应的。嘴巴放干净点。怎么，你能做我还不能说了？王总，你有什么指示啊？你被辞退了，赶紧回来办理手续吧，听到没有？小小，怎么了？我工作好像真没了，人事说我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全行业拉黑。那个林叔，我错了，我之前都是胡说八道的，你让他们别开除我呀。林叔，我真的知道错了，你就原谅我这一次吧。该哪有这么对老人的？哪有这么没天的！算你我们评评理啊！你这是破坏人家庭的。王律师，立刻带着你的法务团队过来一下，有人对我进行人身攻击和人格侮辱，我要起诉他。林叔，别冲动，都是误会。小小他嘴碎，他真不是故意的。你大人不计小人过，别跟我们一般见识。对，林叔，我刚才是猪蒙了心，胡言乱语呢。您这么大老板，犯不上跟我们这种小老百姓计较，你就把我当个屁放了吧。林律师，你怎么说？公事公办，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我林素琴这辈子做够了软柿子，以后谁伤害我，我绝不心软。你真打算把事情做绝啊？不就是一个薛阿姨吗？这房也卖了，气也出了，你还要闹到什么时候？见好就收吧，咱们一家人回去好好过日子，行不行？薛阿姨只是导火索，真正让我寒心的是你们的理所当然。远航，我这辈子就算白养你了，从今天起，你过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林素琴，你少在这装清高，等你老瘫在床上没人管的时候，你还不是得求求远航给你送终？除了亲生儿子，谁管你这个老太婆？谁是苏小小？有人报警，你涉嫌学习姿势诽谤他人，跟我们走一趟。警长同志，不关我们的事儿，我们就是路过的。误会，我是挨打的那方。你看我脸上的指印，是这老太婆打的我才是受害者。有什么话回所里说。你们也跟着做个笔录吧。林老师，你是怎么一句话就让苏小小没工作的？你不会是什么大老板吧？哪能呢？我刚好和他老总是老相识。走吧，时间还早，回去接着练一会儿字。妈的，林素琴那个死老太婆，害我们在局子里蹲了整整7天，这口气我咽不下去，绝不能就这么算了。就是，还是我亲妈呢，心怎么能这么狠？我看他就是被那个姓李的野男的惯了冥婚汤，变得六亲不认了。便宜他了，他现在肯定正跟那个老男人逍遥快活，凭什么让我们在这吃苦受罪？我咽不下这口气。婶儿，你快看看家族群吧，那个苏小小跟疯狗一样在里面乱咬人，说你虐待儿子，还说，哎呀，话说的太难听了，亲戚们都信以为真，在那儿议论你呢。各位叔叔伯伯婶婶阿姨，你们可得给我和远航评评理啊！我婆婆林素琴她心太狠了，就因为一点小事，她竟然报警抓自己的亲儿子、亲儿媳，连亲孙子、亲孙女的死活都不管了。不会吧？素琴看着不像这种人啊。这事做的是有点绝。那个林叔，我错了，我之前都是胡说八道的，你让他们别开除，我们已经告诉了。原来是这么回事，素琴嫂子辛辛苦苦把你们拉扯大，你们就是这么回报她的。就算我说错了1、2句，那又怎么样？林素琴，你让亲儿子坐牢，你这心肠比蛇蝎还毒。你卖了房子自己挥霍，你想过远航和孩子们以后怎么过吗？还有，你守寡这么多年，谁知道你安的什么心？怕不是早就和那个姓林的勾搭上了吧？苏小小，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这是我委托律师事务所出具的起诉状，我将以诽谤罪侵犯名誉权，正式向法院提起诉讼。苏小小，咱们法庭见。林素琴不会真的要起诉我们吧？他敢？他吃了雄心豹子胆了吗？南叔，他不是把我们弄进局子过一次吗？谁知道会不会再来一次？怎么说？他也只有远航这一个儿子，虎毒还不食子呢。他肯定不会把事做得那么绝的。我估计啊，他这会儿应该已经后悔了。林老师，你认不认识老家这边靠谱的律师？有位姓王的律师，经验丰富，口碑极好。林律师，你想做什么？我想立一份遗嘱，绝不让苏小小和周远航他们得到1分钱。我要让他们彻底断了念想。我林素琴在神志清醒自愿的情况下立下这份遗嘱，我名下所有财产，包括但不限于房产、存款、股票、基金等，等我死后均捐献给希望工程。我儿子周远航、我的儿媳妇苏小小以及他们的子女均无权继承我的任何遗产。林女士，这份遗嘱您看要给儿子看看吗？通知吧，让他们知道也好，也能彻底断了不切实际的念想。妈的，林素琴这个老不死的，真是油盐不进，真是老寿星吃砒霜，活腻了。小小，算了吧。
妈现在铁了心不肯回头，我们还是想想日子怎么过吧。就是啊，现在买点菜都要算计，啥也不敢买，这日子真没法过了。可不是嘛，连个像样的餐馆都去不起，整天吃外卖，人都吃瘦了。你们懂什么？林素琴这个老东西就是爱装清高，她还能真看着自己儿子吃苦？她现在就是在跟我们比耐心，只要我们装得更苦一点，让她知道，她肯定心疼。你们等着看吧。周远航先生，我是林素琴女士的委托律师，现在正式通知您，林素琴女士已于今日在我所立下遗嘱，并录制了视频，经您母亲同意，特意将遗嘱视频发送给您一份。我林素琴在神志清醒、自愿的情况下立下这份遗嘱。我儿子周远航、我的儿媳妇苏小小以及他们的子女均无权继承我的任何遗产。不可能，这不可能！我妈怎么能这么对我？都怪你这个混蛋！要不是你计较那血压仪，她会这样对我吗？现在连遗嘱都立了，我们以后怎么办啊？林女士，多亏你的指点，这次的书法竟然得了奖。林老师过奖了，是你的天赋好。林董，有个新情况了，我们公司有个新项目，根据规划，林女士所在的小区也在可选拆迁范围内。好，那就选林女士所在的小区了。是，林董。没想到这老房子还有被拆迁的一天，不仅给了房子，还赔偿了200万。没想到人生下半场了，还走运了。林老师，你怎么会在这里？林女士，好巧啊，我刚搬过来，看来以后我们就是邻居了。什么？你也是拆迁户？这也太巧了吧？是啊，或许是缘分吧。既然是邻居，那就别客气了，快来我家坐坐。我刚买了新鲜的食材，正好今天做几个家常菜，尝尝我的手艺。那我就不客气了。天天，这个字我已经讲了3遍了，你再好好看看。周远航，你快看家族群里，林素琴那个老东西，他走了什么狗屎运？哼！妈的房子真的被拆迁了。这个老东西肯定是故意的，他早就知道拆迁的事，所以才故意闹这一出，什么好处都被他占了，真是个老狐狸。没错，肯定就是这样，他就是故意算计我们。走，现在就回老家，他敢独吞这笔钱，我们跟他没完。这钱本来就该是我们的，走。这道红烧肉关键在于火候，要小火慢炖，肥肉的油腻才能出来，瘦肉也更入味。果然美味，肥而不腻。林女士厨艺真好。林素琴，你给我开门！妈，你别躲了，我知道你在里面。看来是甩不掉了。林素琴，你这个老东西，你还真会算计啊！早就知道要拆迁了吧，所以才故意卖了房子甩开我们是吧？你真是好狠的心啊！妈，你怎么能这样对我？我可是你亲生儿子，连我都算计了，你还是人吗？算计你们？苏小小、周远航，你们也太高看自己了。我这辈子最后悔的事，就是把儿子教得不明事理，娶了你这种无赖。少废话，我们懒得跟你掰扯这些。现在就一条，这房子和拆迁款，你必须分1半给远航。凭什么？就凭周远航是你儿子，就凭他在这套拆迁的老房子里结结实实住了18年，这房子就有他的1半。那不叫住，那叫我养育了他18年。从他上幼儿园到高中毕业，哪一样不是我操碎了心？吃穿用度、学费补习，我哪样亏待过他？现在长大了，翅膀硬了，不想着回报，居然跑这来强取豪夺！你们简直就是一对喂不熟的白眼狼！我不管，反正今天你要是不给钱，我们就不走了。对，妈，你非要闹得这么难看吗？林女士怎么也是长辈，你们这样太过分了。好啊，你这个不要脸的老东西，终于忍不住了。要不是因为你挑拨离间，我妈和我们之间哪有这么多事？你还有脸说？没错，我妈以前从来不是这样的，肯定是你教唆她的。你就是看上我妈的拆迁款了。住口！你们胡说八道些什么？我跟林老师之间清清白白，是朋友。朋友？我看他道貌岸然，根本不像好人。你给我滚！老不死的，你还敢打我？我今天非弄死你不可！住手！你的事儿我都知道了。林女士为你们付出良多，你却因为一个血压仪对她辱骂、造谣和诽谤，这种事儿换成是谁都会寒心。寒心又能怎么样？她是我婆婆，为我们付出是应该的。今天这钱她不给也得给，这事没完。我来处理。我劝你立刻离开，你已经没工作了，别因为一时冲动把你老公的饭碗也给砸了。
你威胁我？你有多大能量，连我老公也能辞退？你当自己是谁？只手遮天吗？你要真有这个本事，还会跟着林素琴这个一无是处的废物？林女士正直善良，任劳任怨，她比你好100倍1000倍。像你这种自己没本事，只会道德绑架、吸血啃老的人，你老公在江海集团上班，他的总经理是陈海，对吗？是啊，怎么了？陈总是总经理的事谁不知道？难道你还能命令陈总不成？陈海吗？是我。陈海，你现在不是正在市里跟总公司的人一起研究新项目吗？是的，是的，林董，我们正在开会。您有什么指示？现在立刻放下你手里的事，到青城花园1区11栋1单元1301来一趟，管一管你们公司的好员工，别把江海集团的脸都丢尽了。过去，林董您别生气，现在立刻给林女士道歉。小小，别惹她了吧，万一真的再惹来陈总，把我的工作也弄没了，我们这日子可怎么过啊？别听他鬼扯，这么厉害，怎么会在这个鸟不拉屎的小地方？上次肯定是凑巧，这次就是在唬人。演，你接着演。我告诉你，今天就算是天王老子来了，这钱我也要定了。你马上给我滚出去！这里是我婆婆家，没你说话的份儿。我警告了你，再不走，我可要动手了。你敢动手试试？陈总，陈总，你怎么来了？这点小事怎么还惊动您大驾了？哼，混账东西！自己没本事，跑到老妈家里来闹事，敲诈勒索，你还有没有点廉耻心？江海集团的脸都被你这种人丢尽了，你还想不想干了？想干，陈总，我想干。我房子已经没了，不能再丢了工作啊！哼，不想丢工作，立刻带着你老婆给你妈和这位先生诚心诚意的道歉。妈，我错了，我不是人，我以后再也不敢了，求你原谅我。滚！林女士，还有林先生，实在是对不起，给你们添麻烦了，我保证绝不会有下次。你跟那个陈总是什么关系？你不会是他领导吧？林女士，你可真会开玩笑，我怎么会是他的领导？他算是我看着长大的一个晚辈，关系比较近而已。不过今天真是多亏你了。小事一桩，林女士不必放在心上。对了，差点忘了，我们不是约好了去老年活动中心参加书法交流会吗？时间差不多了，我们一起过去吧。差点忘了，走吧。林董，我查到了，那个苏小小的新工作就是在我们的海城分公司，还是财务，是被之前领导带进去的。好啊，那就给海城分公司那边先下达一份内部公文，内容是关于苏小小老家那片区域的拆迁计划，初步拟定赔偿他300万。这份文件要不经意的让他看到。林董，您这是……然后就看苏小小的反应了。如果他真的为了这笔钱选择抛弃周远航和孩子，那么分公司在发拆迁通知的时候就修改一下文件，将他的房子划出去，让他鸡飞蛋打，作茧自缚。林董这招真高明。唉，希望周远航能通过这件事彻底看清苏小小的嘴脸，早日幡然悔悟吧。林老师在聊什么呢？没什么，我侄子工作上遇到一点小问题，向我请教呢。发了300万，这下真的发了。等等，房子是婚后买的，也就是说有周远航一半。林素琴卖了房子，立了遗嘱，我什么也捞不着，凭什么分周远航一半？有了，我只要在发拆迁通之前跟周远航离婚，这房子就是我的个人财产，到时候300万就都是我的了。有了这笔钱，我就不用再看任何人的脸色，也不用在林素琴那个老不死的面前低声下气了。还有1个月，离婚马上就去办。周远航，我们离婚吧。别闹了，我们不是给我妈看过离婚申请吗？没用的。和那个无关，我说的是我们离婚。啊，小小，你胡闹什么呢？好好的日子不过，提什么离婚？你可别忘了，你年纪也不小了，还生过俩孩子。就是离什么婚？你可别想打我们老两口的养老钱的主意。小小，你别这样，看在孩子的份上，我们别离婚好不好？我明天就去找妈，跪着也一定把她求回来。不用，我刚说过，这和林素琴无关，是我铁了心要离。那孩子呢？天天和乐乐怎么办？孩子，我一个都不要，你自己带走。你好好想想吧。小小啊，你到底怎么了？你可不能犯傻啊！是啊，有什么事好好说，别把事情闹大了。怎么会这样？怎么会？一定是因为我妈。对，妈，你满意了吗？现在我真的要离婚了，这下你是不是得偿所愿了？周远航，
你又在演什么戏？离婚申请不是早就提交了吗？还来这套，是威胁不了我的。妈，这次是真的。苏小小她说她一个孩子都不要。就算是真的，也不关我的事儿。孩子是你们要生的，老婆也是你自己选的，你们爱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吧，别再给我打电话了。妈，有些事儿，妈是帮不了你的。人总要自己成长，哪怕过程再痛苦。小小，你是不是疯了？你可别胡闹！你现在这年纪可不吃香了。远航虽然笨了点，但好歹言听计从的。现在换个新的，谁知道是好是坏？是啊，有什么事不能好好商量？别冲动，离婚可是大事儿。爸妈，你们看看这个，300万！我的天哪！那房子地段不好，又是在老家，根本没花多少钱，30万都卖不了。现在只要我跟周远航离婚，这拆迁款就全部归我了。哎呦，我的好闺女，你真是太聪明了！300万，这下咱们家可发财了。没错，离，赶紧离！周远航已经没有任何价值了，只会拖累我们。周远航，你想好了没有？我再说一遍，这婚我是离定了，死也不会离婚。我看你能把我怎么样？苏小小，你还有没有良心？我妈给我们买婚房，买车不说，还贴钱给你爸妈买房。这些年一直给你爸妈钱花，我所有收入都一分不剩花在了你的身上。现在你想离婚就离婚，做梦！离婚有1个月冷静期，一旦拖延到发拆迁通知，被周远航知道，可就再也没有机会独吞拆迁款了。远航，你别这样，我不会白让你离婚，欠你的我都会补上，你想要什么我都尽量补偿你，但我爸妈住的房子不能给你，否则他们回老家就没地方住了。爸妈，你们也是这个意思吗？也支持我们离婚？远航啊，感情的事勉强不得。小小既然铁了心，你们就别互相折磨了。对呀，长痛不如短痛，趁着还年轻，赶紧离了，你也能再找个更好的。好，离婚是吧？行，既然你们这么倔强，那我也把话撂这儿。2个孩子的抚养费到18岁，总共80万，一次付清，1分都不能少。这也太多，少1分门都没有。好，80万，虽然有点多，但为了你和孩子，我咬咬牙也认了。这么着急离婚吗？你也知道我没有这么多钱，这样吧，我会在离婚冷静期内把这笔钱给你，但你要马上和我协议离婚。看来他是铁了心要跟我离婚了。好，我同意。我可不信你的空头支票，80万分4次，现在就打第一笔。好，爸妈，你们先给我凑20万吧。我知道这些年你们靠着搜刮我婆婆没少攒钱，我们也，你们可想好了？给你。原来他们老2口有这么多钱，却一分也没想过给他们的外孙子花，也从没想过帮我们哪怕一点点。倒是我妈辛辛苦苦，最后却换来了自私贪财、老不正经的骂名。原来真正对我好的只有我妈，我怎么就这么蠢？这么多年都被苏小小蒙蔽了双眼。既然都离婚了，那以后孩子你自己带，我可不会再帮忙接送。要接送也行，给钱。宇哥你好，我要提前退房，这房子我不住了。没想到在公司学的视频剪辑技术需求量还挺高，有了这门技术，天天和乐乐应该不会饿着了。现在自己带孩子，才体会到了当年妈带我的不容易。不过
这样也挺好，虽然累点儿，但很安心。婶儿，我刚才在市里看到远航了。在哪儿？就在老城区的东门社区那边，他还带着天天和乐乐呢。婶儿，你要不要去看看？算了，我不去了。远航也成年了，有些事情总是要自己面对的，让他自己去经历吧。林女士，怎么了？听起来你儿子是真离婚了。多半是真的。林女士，这或许是件好事，经受一些挫折才能认清一个人，这对你儿子来说未尝不是一种成长。那什么，我们继续去临帖吧。真累啊！糟了，光顾着干活，又忘记去幼儿园接天天和乐乐了。奶奶来接我们了。爸爸，奶奶还给我们买了好多好吃的。妈，这孩子总算长大了，还不错，比想象中强多了。妈，这段时间自己带孩子，我才真正体会到您以前的日子有多不容易。以前我总觉得您为我做什么都是理所应当的，现在才知道那些理所应当有多不容易。妈，对不起。知道就好。妈，您放心，我以后不会再像以前那么不懂事了。我会像您当年一样，专心把孩子带大。你已经为我操劳了一辈子，剩下的日子就好好为自己活吧，不用再管我们了。你能这么想，妈就放心了。我确实不会再傻傻的被他们当成提款机吸血了，但我也不会冷漠的像个路人。毕竟你是我儿子，他们是我孙子和孙女，想吃什么，妈给你们做。对了，妈，苏小小为了离婚给了我80万，分期给，已经给了20万了。啊，80万，这可不像他的性格。事出反常必有妖啊！我也觉得奇怪，他好像特别着急离婚。不管他搞什么鬼，你记住，守住自己的底线就行。周一到周五，我过来帮你接孩子，做完晚饭再走。周末你自己想办法吧，以后的路终究还是要靠你自己走。马上就得给周远航第二笔钱了，20万呢，怎么办？爸妈，你们能不能再想想办法，帮我凑凑？凑？怎么凑？我们连棺材本都给你了，那20万是我们攒了一辈子的养老钱，现在我们身上1分钱都没有了。唉，是啊，小小，我们是真的没办法了。有了，老家那套房子，我们把它抵押出去借贷。苏小姐，您那房子太旧了，位置也偏，最多15万，不能再多了。只能15万。只能贷15万，这还差5万呢。再说后面还有40万呢，借高利贷。别看着了，下这么大雨，快到那边公交站躲一下吧。谢谢你，太谢谢你了。今天真是多亏你了，不然我这些货都要淋坏了。没事，举手之劳。你这是给人做器件手工艺品？因为自己带孩子，所以自己做点小手工。你呢？巧了，我也是自己带孩子，就住那个小区，在家里做兼职。这么巧，我也住那个小区。你这些东西是要送到哪里去啊？就那边的新世界公司，材料也从那里取。那你以后要是送货或者去拿材料，跟我说一声就行。我儿子上托班，就在那附近，顺路的事。那怎么好意思，太麻烦你了，我给你跑腿费吧。你提钱我快要生气了，这点小事要什么钱？那多谢你了。
婚已经离了，你可以告诉我，为什么非要跟我离婚了吧？既然你这么想知道，那我就大发慈悲的告诉你，我老家那套破房子要拆迁了，补偿款300万。周远航，你说你是不是没那个富贵命？你再坚持一下，这300万就有你一半了。现在1分钱都跟你没关系了，后悔吗？后悔？我一点都不后悔。跟300万相比，能离开你这个自私自利的女人更开心。装，我看你能装到什么时候？典型的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等着瞧吧。明天我苏小小就是100万富翁了。300万啊，林素琴那个老东西肯定想不到吧？怎么回事？还没发通知？不行，得去问问。王经理，忙着呢。哦，是小小啊，有事吗？没事没事，就是看您辛苦，过来问问，咱们那个拆迁通知是不是推迟了？没有啊，上午就发完了，所有涉及的人都通知到了。发完了？我怎么没收到？王经理，您是不是弄错了？我家那房子也在拆迁范围里啊。因为最新的项目规划做了微调，你看，红线范围到这里就截止了，你家刚好在红线外，所以不在这次的拆迁范围之内。总算不用再住这个连窗户都没有的破地方了，真是遭罪。等拿到钱，我们先去买套大平层，带落地窗的那种。那是，小小说了，明天就能拿到钱。没想到啊，我老了还能当一回100万富翁，过有钱人的瘾。可不是嘛，到时候我也天天去做美容，买金首饰，让那些老姐妹真羡慕死我。闺女回来啦，怎么样，钱到手了没？公司有没有看我们不容易，多给个几十万啊？就是，快跟爸说说，一共到手多少？房子不拆了。啥？你说什么？不拆了？那我们的棺材本怎么办？那可是20万呢，就这么打水漂了？你这个坑爹的玩意儿！我们老两口辛辛苦苦攒了一辈子的钱，现在全没了，房子也抵押出去了，我们以后可怎么过呀？苏小姐您好，温馨提示，距离您的还款日还剩最后5天，请提前做好还款准备，逾期后果自负。完了，高利贷马上到期了，全完了。别慌，别慌，小小别慌，钱不是还在周远航手里吗？80万呢，只要我们能把那笔钱拿回来，不就什么事都解决了吗？对啊，复婚，只要你们复婚，钱不就又回到我们家了吗？小小，你听妈说，周远航没房没车没钱，还带着2个拖油瓶，根本没人要。你只要回去动动嘴皮子，说几句好听的，他肯定感恩戴德的，乖乖跟你回来。没错，另外他肯定不知道拆迁黄了的事。你就和他说，马上要拿300万了。对呀，所以你错过了一次当100万富翁的机会，有没有觉得可惜？以前可能会，但现在不了。我已经想通了，与其去想那些有的没的，还不如踏踏实实的过好眼前的日子。现在这样，我很知足。苏小小，你来这里干什么？这里不欢迎你，赶紧滚！远航，我错了，我不该为了那点拆迁款就鬼迷心窍抛下你和孩子，
这些天我吃也吃不好，睡也睡不着，我才发现我根本离不开你和孩子，所以我是来接你回去过好日子的。远航，这话你信吗？不信。苏小小，你又想搞什么鬼？有话直说，别在这儿演戏。我发誓，就是来复婚的。远航，你看我身份证都带来了，只要你点头，我们马上去民政局把证领回来。你之前不就一直梦想着当有钱人过好日子吗？只要你跟我复婚，300万拆迁款就是我们2个人的，你的梦想就实现了。这不可能。想复婚也不是不可以，不过你们得拿出点诚意来。这样吧，150万现金，什么时候拿出来，什么时候就去复婚。没问题，妈，150万就150万，只要能让远航和孩子们过上好日子，别说150万，就是要我这条命都行。不过妈，你也知道我哪拿得出这么多现金啊？您看这样行不行？咱们先把婚付了，等拆迁款一到账，我立刻把钱打给远航。你还信不过我吗？苏小小，你把我当3岁小孩耍吗？恐怕不是钱没到账，而是拆迁的名单里根本就没有你吧。原来是这样，怪不得苏小小火急火燎的跑回来求复合，原来是拆迁的事黄了，他想把那80万再要回去。苏小小，你简直不是人！为了钱，你居然能两面三刀到这种地步，我真是瞎了眼才会娶你这种禽兽不如的东西。远航，你别听妈瞎说，她就是不想我们复婚，拆迁的事千真万确，通知都下来了，我怎么会骗你呢？你自己看，白纸黑字写着呢，这还能有假？不用看了，这个通知文件是假的。陈海，你来一下。你谁呀你？从哪儿冒出来的？你说假的就假的，你算老几呀？就是，我的确算不得老几。不过我外甥周峰是你们龙华集团海城分公司的总经理，你要是不信，我现在就让他亲自过来确认一下这份文件的真伪，你看怎么样？别，林叔，我错了，我承认老家的房子确实没能进入拆迁范围。远航，虽然拆迁是假的，但我求复婚的心是真的。就算不看我的面子，你也得为了天天和乐乐想想啊！他们不能没有妈妈，不能生活在一个破碎的家庭里啊！苏小小，收起你那套吧。以前是我傻，现在我明白了。对孩子来说，一个充满谎言和算计的完整家庭，比单亲家庭更可怕。我们不可能了。给你脸你不要脸，你以为你是个什么香饽饽？一个屁都没有，还带着2个拖油瓶的男人，除了我闺女，谁会要你？你就等着孤独终老吧。没错，你这样的，远航你还是回来吧。我的事就不劳你们操心了，我已经找到我的另一半了。远航，你打电话让我们过来，是有什么事吗？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秦锦瑜，我的女朋友，这是她儿子瑞瑞，我们正准备结婚。男朋友？周远航，你的眼光真是一天不如一天了。就算要找，你也该找个比我强的吧？怎么找了个没文化、只会做手工的？就他这样的，以后怎么教育孩子？就是，还带个拖油瓶。远航，这样你就有3个孩子要养，你可别犯糊涂，被人骗了还帮人数钱呢。当年我妈带我的时候，她不也是什么都没有吗？我们现在可是2个人，有什么可怕的？再说，我们也不是什么都没有啊，不是有人帮我们了吗？我这次结婚，可是手握80万现金，和之前比，简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我警告你，现在周远航是我男人，你敢骂一句我就饶不了你，滚！那我也走了。林老师，等等我。林老师，我知道您的身份肯定不是一个普通的退休工人那么简单，我希望您能告诉我真实的身份。哦，林女士是怎么看出来的？我自认为这个退休工人
扮演的还挺像那么回事的。能布下这么大一个局，环环相扣，既让苏小小一步步掉进自己挖的坑里，又让我儿子远航在绝境中后悔，重获新生。这可不是一个普通工人能做到的。另外，我也不觉得仅仅是长辈的关系，就能让一个分公司的总经理冒那么大风险，陪着您演这么大的戏。林女士，你比我想象中还要敏锐啊！你说的对，我确实不是普通人，我是龙华集团的前任董事长，一手把他从一个小作坊做到了现在这个规模。现任董事长是我的儿子，虽然我已经退休了，但仍然是集团最大的股东，所以调动一些资源做这么一个局对我来说并不难。我不是有意要隐瞒身份和你交往的，只是在那个位置上待久了，我觉得以一个普通老头的身份才能和你这样的人进行最自然最纯粹的相处。林女士，在这段时间的相处里，我觉得您温柔善良有担当，是我理想中的伴侣。我希望能和你一起安安稳稳地走过人生这最后一段岁月，你愿意吗？我愿意，其实我也是这么想的。我年轻的时候一门心思都扑在事业上，总觉得那些情情爱爱都是浪费时间。结婚的时候别说办婚礼了，就连一张正经的婚纱照都没拍过。这件事儿一直是我心里的一大遗憾。我也一样啊，年轻时为了养家糊口，后来为了拉扯远航长大，日子过得忙忙碌碌，也留下了很多遗憾。现在想来，这辈子好像都是为别人活着。那正好，咱们就把这些遗憾都补上，好好的拍一套婚纱照。年轻人该有的浪漫，咱们一样都不能少。林董，那个苏小巧三番两次的找林女士的麻烦，还侮辱您，要不要我跟分公司那边打个招呼，把她开除了，给她点教训？不用了，林女士不是那么小气的人，不会在意这些。再说苏小小的贪婪和自私就是她最大的敌人，她自己种下的因自然会结出她应得的果，我们看着就好。苏小姐，躲猫猫的游戏好玩吗？我早就跟你说过，在我这里还没有人能欠钱不还，逃掉的。高大哥，我知道错了，求求你再给我几天时间，我一定把钱还上。我苏小小上有老下有小，不能死啊！别急着求死，你这条命现在还值点钱。我高老大做生意从来都是规矩办事，借钱就要还，这是天经地义。我的手断了！给你长点记性，告诉你，在我手上还没有人能耍赖不还钱的。3天，再给你3天时间，如果还不能把钱还清，那可就不是手这么简单了。到时候你这身体里值钱的零部件，比如肾啊、眼角膜，我可都要拆下来卖了换钱了。你放心，我会找最好的医生，保证给你个痛快。我一定还，求求高大哥饶了我。走了。都是你看看你做的好事儿，好好的一个家，硬生生被你折腾成这副鬼样子，让我们俩跟着你挨打。我这是造了什么孽，生了你这么个丧门星？哎，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啊！以前跟着远航的时候，有林素琴那个老太婆帮衬着，吃穿不愁，日子多舒坦呢。现在倒好，啥都没了。你还愣着干什么？赶紧去想办法弄钱啊！妈，我哪能弄到钱啊？我现在是走投无路了。对了，你不是总说你们公司老板钱多的是吗？要不跟他借点钱周转一下？老板，公司有了。高大哥，点点，不多不少，本利都在这儿了。算你识相。记住，在我这里没有还不了的钱，只有不想还钱的人。苏小姐，交易愉快，下次要是手头紧还可以找我，老客户8折优惠。小小，
你哪来这么多钱啊？是啊，这个不是小数目，你不会又去借了高利贷吧？你们别管这么多，反正钱我还上了，人没事就行了。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我们老两口的棺材本都被你弄没了，现在有钱了却不想还了是吗？你这个忘恩负义的老崽子！就是，有钱不管我们俩，你良心过得去吗？行了行了，给你们50万，够了吧？别再吵了。哎呦，不吵了，我闺女最好了。老头子，你说这钱咱们怎么花？要不先去把那个翡翠手镯买了？买什么翡翠手镯？现在最重要的是回老家把房子买回来，有房子才踏实。我可不想再跟着这个倒霉丫头过这种提心吊胆的日子了。你说的对，就这么办。小小啊，我们相识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很器重你，几乎到哪都带着你。你是不是有什么话想跟我说？韩总，您这话说的我怎么听不明白啊？哼，苏小小，你挪用公款的事情，我全都查得一清二楚了。韩总，我错了，求求您千万别把这事说出去啊！我上有老下有小，我不能坐牢啊！小小啊小小，你让我说你什么好？这样吧，如果你现在就把挪用的钱还上，我还可以网开一面，帮你周旋一下。韩总，我把钱都拿去炒股了，我本想赚一笔大的，把窟窿堵上，再把钱还了，2全其美。谁知道股市大跌，我就算钱退了，至少也有100多万的亏空。既然如此，那我也无能为力了。韩总，求求您救我一命了！我不想坐牢，我再也不敢了。唉，你或许还有唯一一次机会。明天你去一趟京城，找退休的老董事长，他最心善，而且最近好事将近，正在筹备黄昏恋。你去影楼找他，或许他能网开一面。谢谢韩总，谢谢韩总，我这就去。喂，小韩啊，什么事？没想到这辈子还能有拍婚纱照的一天。林素琴，你这个老不死的，你还真有脸在这里嘚瑟！都是因为你这个恶毒的婆婆，为了一个破血阿姨，把我弄得差点家破人亡。你看看我现在人不人鬼不鬼，全拜你所赐。你简直是天下最恶毒的婆婆，你不得好死！苏小小，这一切都是你咎由自取。如果不是你自私自利、贪婪成性，怎么会看不到我为你所做的一切？如果不是你为了利益执意离婚，又怎么会走到今天这个地步？自作孽不可活，与人何干？咎由自取！你放屁！你就是个老巫婆！你装清高！你……小姐，这里是影楼，请您保持安静。有什么事情出去说好吗？你看，我们这里还有其他客人在拍摄，请您不要影响他们。行，算你走运。请问是不是有一位林朝阳先生在这里？我是来找他的。谁在找我？是你！林朝阳，您真的是龙华集团的原董事长？没错，是我。怎么，苏小小小姐，你来找我是又想来大闹一场吗？林董，我错了，我永远不是贪杀，求求您饶我一命吧！在说什么？林董，我挪用了公款，求您给我一份谅解书，求您高抬贵手，我以后一定洗心革面，重新做人。苏小小，你刚刚对林素琴说的那些话，我一个字不落的都听到了。你毫无悔改之意，不知感恩，将自己的错误归咎于他人，像你这样的人不值得原谅。妈，儿媳妇错了，求求你跟林董说说，让他放过我吧。苏小小，多行不义必自毙。你看不见我的付出，狠心甩了老公和孩子，又贪婪成性，挪用公款，现在有什么资格来求我？我一样不会原谅你。你就是苏小小？我是。我是苏小小女士，我们接到龙华集团的报案，你涉嫌挪用公款，数额巨大，已构成犯罪。根据法律规定，我们现在正式逮捕你。苏建国先生
和王翠花女士，你们明知苏小小挪用公款，仍将赃款用于购置房产，也同样涉嫌犯罪。你个丧门星，害得我们老两口老了还要炖橘子，我怎么就生了你这么个玩意儿啊！带走。朝阳，实在对不住，因为我家的事让你们集团蒙受了损失，也给你添了麻烦。苏秦，这与你无关，是苏小小心术不正、贪婪成性，才导致了这一切。你无需自责，更别因为这样的人影响了我们的好心情。远航、金鱼，你们都过来吧。妈，谢谢您这辈子为我的付出。以前是我不懂事，以后我一定会好好孝敬您和林叔。妈，林叔，我秦锦瑜肯定不会像苏小小那样忘恩负义，我保证这辈子都会对远航和孩子们好。奶奶，别说话了，快点拍照吧。孩子们说的对，不说这些了，赶紧拍照要紧。来看镜头，笑一个。爸，我让你查的事儿，查到没有？查到了。你猜怎么着？那个林朝阳根本不是什么普通退休工人，他是龙华集团的前任董事长，身价几十个亿。几十个亿？我就说嘛，一个电话就能让陈海屁颠屁颠跑过来，一个电话就能让我丢了工作，怎么可能是普通人？闺女，你想到什么办法了？爸，你听好了，我挪用公款的案子金额是160万，如果我能退赃，并且取得龙华集团的谅解书，量刑可以大幅减轻，甚至有可能判缓刑。可是我们哪来的钱退赃啊？你妈的棺材本早就没了，房子也抵押出去了。谁说要用我们的钱？爸，你想想，林朝阳为什么会跑到一个小县城来？为什么会故意隐瞒身份？为什么会对林素琴那么好？林朝阳对林素琴有感情，只要林素琴开口，林朝阳一定会出钱帮我退赃，甚至出具谅解书。而林素琴这个人，我太了解她了，她嘴上说的再硬，心里还是惦记着周远航和2个孙子。只要从孩子入手，她就会心软。可是上次我们用孩子不是被他识破了吗？上次是让孩子去演戏，这次不用演。爸，你去找周远航，就跟他说一句话：如果我进了监狱，天天喝乐乐以后上学填表格，父母那一栏怎么写？写母亲服刑人员。你觉得周远航受得了吗？我明白了。还有，爸，你帮我查一件事：林朝阳的儿子叫什么？在龙华集团什么职位？他对林朝阳再婚这件事是什么态度？这我上哪查呀？上网搜，龙华集团是上市公司，高管信息都是公开的。你找到他儿子，想办法联系上，就说你有关于林朝阳再婚对象的重要信息要告诉他。闺女，你不会是想……林素琴不是觉得他找到了依靠吗？我倒要看看，等林朝阳的亲儿子知道他爹要娶一个带着一堆烂事情的老太婆，会是什么反应？朝阳，你说我们这个年纪了，还拍婚纱照，会不会被人笑话？笑话什么？我觉得你比照片里还好看。对了，你那个儿子林正豪，他知道我们的事儿吗？知道，我跟他提过了。他怎么说？他说让我考虑清楚。你跟我说实话，他是不是反对？素琴，正豪这孩子从小就强势，他妈走得早，他一直觉得是我亏欠了他妈，所以对我再婚这件事，他确实有些抵触。我能理解，毕竟我们这个年纪了，突然多出一个继母，换谁都需要时间接受。素琴，这件事你不用担心，正豪那边我来处理。林总，这是您让查的资料。林素琴58岁，丧偶，一个儿子，儿媳妇刚因为挪用公款被逮捕。爸，你到底在搞什么？林总，还有一件事儿，今天有个自称是林素琴亲家公的人打了公司前台的电话，
说有关于您父亲再婚对象的重要信息，问能不能跟您直接联系。亲家公叫什么名字？苏建国。约他明天下午来公司见我。是，林总。爸，你为了这个女人，动用公司资源改拆迁规划，一个电话就开除人家员工。这些事如果被董事会知道，你知不知道会有什么后果？我不会让一个来路不明的女人毁掉我们林家几10年的基业。你来干什么？远航啊，爸来看看你和孩子们。少来这套，有什么事直说。远航，我就说一件事，小小的案子如果判下来最少5年，天天和乐乐以后上学找工作谈对象，人家一查亲妈坐过牢，你觉得孩子们受得了吗？只要你妈肯帮忙，让那个林朝阳出面跟龙华集团打个招呼，出具一份谅解书，小小就能减刑甚至判缓。哎，远航，你想想，你不是为了小小，你是为了天天和乐乐呀。我说了，出去！苏小小犯的罪是他自己的选择。他抛夫弃子的时候想过天天和乐乐吗？他挪用公款的时候想过这个家吗？现在出事了，倒想起用孩子来绑架我了。不帮是吧？好，那我就去找林正豪。哎呀，林总，林总你好，我是苏建国，就是我打的电话。坐吧。你说你有关于我父亲再婚对象的重要信息，说吧，什么信息？林总，是这样的，你父亲要娶的那个林素琴，他儿媳妇就是我闺女苏小小，她现在因为挪用你们龙华集团的公款被抓了。这件事我知道，然后呢？林总，您想啊，您父亲要是真娶了林素琴，那苏小小就算是您的亲戚了，到时候外面的人怎么说？说龙华集团董事长的继母，他家出了个挪用公款的罪犯，这多难听啊！而且林总，我跟你说，林素琴这个人表面上老实巴交的，其实精着呢。他那个房子的拆迁，您知道是怎么回事吗？是您父亲动用了公司的资源，专门把拆迁范围改到他那个小区去的。你说什么？拆迁规划是我父亲改的？千真万确。我闺女以前在你们海城分公司的拆迁项目组做财务，她亲眼看到的文件，一开始我们老家那块地也在拆迁范围里，后来突然被划出去了，反而是林素琴那个小区被划进来了，这不明摆着吗？苏建国，你想要什么？林总，我什么都不要，我就是想求您一件事，帮帮我闺女，让公司出具一份谅解书，我闺女就能减刑了。这对您来说不就是一句话的事儿吗？谅解书的事我会考虑，但我有一个条件。您说什么条件都行。你闺女苏小小手上应该有不少关于林素琴和我父亲交往的证据和细节吧？我需要她把这些东西一五一十的整理出来，写成书面材料交给，包括我父亲什么时候开始接触林素琴，用了什么公司资源，那个拆迁项目的具体操作细节，所有的一个字都不能漏。好的，林总。刘律师，帮我查一件事。龙华集团海城分公司去年那个拆迁项目规划调整的审批流程和决策记录，我全部要看。妈，有件事儿，我不知道该不该跟你说。什么事儿？苏建国前天来找我了，他说苏小小的案子
如果有谅解书，可以大幅减刑。他想让我求你，让林叔帮忙。哼，他倒打得好算盘。妈，我已经拒绝了，我没答应，我就是觉得应该跟你说一声，免得苏建国背地里搞什么小动作。岳航，你做得对，苏小小的事儿必须走法律程序，任何人都不能干预司法公正，包括我。林叔，我明白，我来就是想说，不管苏建国他们怎么折腾，我都站在你和我妈这边。行了，这件事我心里有数，你回去照顾好锦瑜和孩子们吧。朝阳，苏建国这个人我太了解了，他不会轻易死心的。周远航这边碰了壁，他一定会想别的办法。你觉得他会怎么做？如果是我猜的没错，他会去找你的家人。朝阳，我猜对了是吗？你的儿子是不是已经在调查我了？苏秦，正好那孩子他确实有自己的想法，但你放心，不管他怎么想，我的决定不会改变。朝阳，你听我说，我这一辈子被人当成提款机、免费保姆、出气筒，我受够了那种被人算计的日子。现在好不容易活明白了，我不想因为我的存在让你和你的家人产生矛盾。苏秦，如果你儿子真的强烈反对，我不会让你为难，但我也绝对不会低声下气的去讨好任何人，包括你的儿子。我的尊严是我这辈子最后的底线。你不需要讨好任何人，该讨好你的是他们。爸，坐吧。爸，我查过了，海城分公司去年那个拆迁项目规划范围的调整是你受益的。是我做的。爸，你知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你是集团最大股东，你利用股东身份影响公司决策，为个人私利调整项目规划，这要是被独立董事或者监察部门查到，整个龙华集团都要受到牵连。正好，这件事确实是我考虑不周。考虑不周？爸，你这不是考虑不周，你是被一个女人迷了心智。正好，注意你的措辞。好，那我换个说法。爸，你退休这些年，我一直尊重你的每一个决定。你要回老家养老，我支持；你要练书法、交朋友，我也支持。但你要跟一个背景这么复杂的女人结婚，我做不到无条件支持。她的背景哪里复杂了？她的儿媳妇苏小小因为挪用我们公司的公款被逮捕，她的儿子周远航之前在我们下属公司上班。爸，你是不是也打过招呼？他的亲家公苏建国前几天还跑到我的办公室来，要我出谅解书换他闺女减刑。爸，你娶了这个女人，就等于把这一摊烂事全接到了林家头上。正好你说的这些事没有一件是林素琴做的。苏小小是苏小小，林素琴是林素琴，你不能因为别人的错来否定一个无辜的人。爸，我不是在否定他，我是在保护这个家，保护这个公司。你辛辛苦苦几十年打下的基业，不能因为一桩黄昏恋就毁于一旦。正好你是我儿子，我理解你的顾虑，但有些事情我需要你也理解我。你妈走了20多年了，这20多年我把你拉扯大，把公司做到上市。现在我老了，我也想有个人陪。林素琴这个人善良，她是我这辈子见过最好的女人，我不会因为任何人的反对放弃她。爸，那我也把话说清楚，如果你一定要娶她，那拆迁项目的事我会在下次董事会上主动汇报并更正，该赔偿的赔偿，该道歉的道歉。你的私事我管不了，但公司的事我必须管。你做得对，拆迁的事儿是我的错，但素琴的补偿我会用个人资产来弥补，不会让她受任何损失。爸，林正豪怎么说？谅解书的事有着落了吗？他说会考虑，但他让你写一份材料，把林朝阳和林素琴交往的所有细节都写下来，越详细越好。他要这些材料干什么？我猜他是想拿来阻止他爸再婚。好啊，这正是我想看到的。林正豪要是出面搅黄了林朝阳和林素琴的婚事，那林素琴就没了靠山，到时候他还拿什么跟我斗？
林素琴，你不是喜欢当众打我耳光吗？你不是喜欢看我狼狈吗？等着吧，等我出去了，我一定让你尝尝众叛亲离的滋味。可是闺女，万一林正豪不给谅解书怎么办？他会给，他要的是阻止他爸爸再婚的筹码，我给他筹码，他就得给我回报，这叫等价交换。我要把林朝阳怎么隐瞒身份接近林素琴，怎么动用公司资源操控拆迁，怎么一个电话让人丢工作，全部写下来。这些东西足够让林朝阳在董事会上身败名裂了。闺女，你这不是过河拆桥吗？万一林朝阳翻脸，我们怕什么？我现在已经在里面了，还能更惨吗？反正横竖都是死，不如拼一把。锦瑜，我跟你说实话，苏建国前几天来找过我了，让我去求我妈帮苏小小进贤。你答应了？没有，但是说实话，他有句话说到我心坎上了。天天和乐乐以后长大了，知道他们亲妈坐过牢，心里会怎么想？远航，我虽然和天天乐乐相处时间不长，但我已经把他们当亲生孩子一样疼了。你听我说，孩子的未来不取决于他们的父母犯过什么错，取决于谁在他们身边用心陪伴。你只要做一个好爸爸，给他们一个温暖的家，他们就不会被苏小小的过去所影响。锦瑜，而且苏小小犯的错是她自己的选择，你不能用破坏你妈好不容易得来的幸福去替苏小小买单，这不公平。你说的对，我不能再像以前那样犯糊涂了。怎么了？脸色这么难看？苏琴，有件事我必须跟你坦白，之前那个拆迁项目不是巧合，是我授意分公司调整的规划范围，把你的小区划进去的。你说什么？拆迁补偿的200万和那套房子不是你走运得来的，是我安排的。我当时是想让你的生活有个更好的保障，不再为钱发愁。苏琴，我知道我做错了，我不该瞒着你，更不该动用公司的资源，但我的出发点出发点，朝阳，你跟我说出发点。苏小小当初让我每天买菜做饭接送孩子，她的出发点也是为了这个家好。周远航当初跟着苏小小一起逼我，他的出发点也是不想得罪老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出发点，但谁问过我愿不愿意？苏琴，对不起。朝阳，我需要时间想一想，你先回去吧。朝阳，我不怪你，但我害怕我以为的幸福又一次是建立在谎言上面。爸，你脸色不太好，进来说吧。爸，拆迁项目的事我已经向董事会做了内部汇报，董事会要求你个人资产补偿项目调整造成的损失。应该的。具体金额是多少？800万。可以，明天就划款。爸，还有件事，苏建国交给我的那份材料我看了，里面写了你怎么隐瞒身份接近林素琴，怎么调拆迁规划，怎么一个电话开除苏小小。爸，我问你一句话，你是不是在林素琴不知情的情况下做了这些事？是，但我今天已经全部告诉她了。你主动说的。我不想让她活在谎言里。她什么反应？让我回去想想。从小到大，我见过她面对商业对手时的体面无私，见过她在妈妈葬礼时的沉默坚强，但我从来没有见过她为了一个女人露出这种表情。爸，不管你跟林素琴最后是什么结果，拆迁项目的事我会处理干净，不会影响到她。这是我作为公司负责人该做的。谢谢你，正好。还有，苏建国给我的那些材料，我不会用来对付林素琴。那个苏建国不是什么好东西，我看得出来他在利用我。但爸，谅解书的事我不会答应的，法律的事就让法律来解决。苏琴，怎么了？这几天都没见你笑过，是不是跟林老师吵架了？没有吵架，就是有些事情需要想清楚。什么事儿啊？你跟我说说，咱俩这么多年的老姐妹了，说不定我能帮你参谋参谋呢。张姐，我问你一个问题，如果一个人对你很好，真心实意的好，但他瞒着你做了一些事，但他没有经过你的同意，你能原谅他吗？苏晴啊，我这人没什么文化，但我就问你一句，他做这些事儿的时候是为他自己还是为了你？为了我。那不就结了吗？这世上多的是嘴上说为你好，实际上全为自己的人。你的前儿媳妇苏小小不就是这种人吗？能遇到一个真心为你好的人，哪怕他的方式不对，那也比那些嘴甜心苦的强100倍。
苏秦，你过了大半辈子苦日子了，好不容易遇到一个真心待你的人，别因为面子，别因为较劲就把人推开了。咱们这个岁数了，错过了就真的没有下次了。素琴，朝阳，这3天我想了很多，你做的事方式确实不对，你应该尊重我，让我自己做选择，而不是在背后替我安排一切。你说的对，但是这大半辈子了，除了我自己，你是第一个真心为我考虑的人。我不想因为你笨手笨脚的对我好，就把你推开。不过那个拆迁款和房子我不能要，你让你儿子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我林素琴这辈子不吃嗟来之食，也不需要任何人的施舍，我自己有退休金，够我过日子了。素琴，你愿意原谅我？谁说原谅你了？我只是觉得今天买的鱼太多了，一个人吃不完，找你帮忙消灭一下而已，别多想啊。快进来吧。哎，好嘞。小小胖了多少年？5年。5年啊，我的闺女啊，你怎么这么命苦啊？都怪林素琴那个老不死的，要不是她，你怎么会落到这步田地？妈，别怪林素琴了，这3个月我在里面想了很久，从头到尾林素琴没有对不起我一件事，是我自己贪心不足，是我自己作的。小小，你说什么胡话呢？你忘了他怎么打你的了？忘了他怎么把你送进来的了？妈，是我挪用公款，不是他让我挪的；是我借高利贷，不是他逼我借的；是我为了300万拆迁款抛夫弃子，不是他叫我做的。这些事儿每一件都是我自己选的。走了。爸妈，你们回老家去吧，别再打任何人的主意了。这辈子我最大的教训就是把所有心思都花在算计别人身上，最后被算计的只有自己。走。远航，你快看，你的手工艺品被青城文创中心选上了，要做批量生产。他们说我编的藤编花篮很有设计感，愿意长期合作。第一批订单就5万块。爸爸妈妈怎么了？你亲妈妈很厉害，以后我们的日子会越来越好了。林阿姨，谢谢你愿意见我。你约我出来，应该不只是为了叫我一声阿姨吧？不瞒您说，一开始我确实是来劝退您的。我准备了一肚子的道理和数据，想告诉你和我爸在一起会遇到多少麻烦，媒体的关注，董事会的议论，2个家庭的磨合。那现在呢？现在我改主意了。拆迁项目的事，我爸赔了800万，他一句怨言都没有。梁阿姨，你知道我爸这个人，他做生意精明的很，1分钱都算得清清楚楚。但为了你，他2话不说就掏了800万。我活了30多年，从来没见过他为任何人这样做过。还有，我听说拆迁补偿的事，你知道真相后，主动要求退还房子和补偿款。梁阿姨，200万和一套房子，说不要就不要。说实话，我做不到。那是因为那些东西不是我该得的。就说你这句话，我就知道你不是冲我爸的钱来的。梁阿姨，之前的事是我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了，对不起。正好，你不用跟我道歉。你担心你爸被骗，保护家人，这是应该的。换作是我也会这么做。我妈走的时候我才11岁，这么多年看着我爸一个人扛下所有事，其实我心里一直觉得亏欠的。梁阿姨，如果你真的能让我爸开心，那我支持你。你爸这个人啊，嘴上不说，心里什么都记得，也从来没有亏欠过你。他只是太寂寞了。来来来，都上桌了。奶奶做的红烧肉是最好吃的，我要吃3碗。奶奶，我也可以叫你奶奶吗？当然可以，你也是奶奶的孙子。正好兄弟，别客气，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了。一家人。今年是除夕，也是我这辈子过得最热闹的一个年。谢谢你们每一个人，尤其是素琴，谢谢你愿意原谅我的笨拙，愿意接受我这个不完美的老头子。谁接受你了？我只是不想浪费做好的这一桌子菜而已。妈，以前的事都是我不好，你辛苦了。行了行了，快吃饭吧。又是一个除夕夜，外面的烟花真好看。甜甜和乐乐现在应该在吃年夜饭吧？他们会记得我这个妈妈吗？如果当初我对她说一句妈，您辛苦了，现在的一切是不是就不一样了？算了，都是我自己做的。